真的是纯正的5分熟，1分都不多。现在烤肉店都已经这么卷了吗？怎么一个烤肉都可以有这么多花样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迪。今天又在表参道找到了家预约制的烤肉店，今天就来看看他们家有什么新鲜玩意儿。又到了吃烤肉的日子，这个口罩都快遮不住我脸了。感觉能修在这个地方的烤肉肯定不便宜。こんにちは。6です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这是我们点的限定套餐，去看懂的一个稀少部位。第一个小菜是这个豆腐，比较像那种甜口的豆腐脑，然后给我们上了巨多的泡菜，有一瞬间还以为自己在韩国烤肉店。第一个前菜是凉拌毛肚丝，感觉这个好像在国内经常吃。然后下一个菜是实打实给我上了2片生肉，还是100%生的那种。为什么不等锅热了再拿上来？那样的话我还可以烤2下。然后第三个前菜又是一个半生不熟的东西，生鸡蛋拌牛肉粒，我们就姑且尝一口吧。它是有照烧酱在里面的，这个还可以，这个比刚才那好吃多了。然后今天的第一个烤肉是牛心，我看小姐姐基本上烤了3秒钟就拿起来了，但是让我震惊的是，这个真的是巨好吃，它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盐，把牛心的胆固醇味道衬托得很鲜美。接下来这块是火锅尼库，就是牛脸颊上的肉，这块肉的特点就是特别的松软，也算是一个稀少部位，这种肉就很适合后切，因为它咬起来不费劲，因为它很肥，所以它在嘴巴里一下就摊开了。再来口刚才的萝卜泡菜，特别的爽口。然后是一块巨大的厚切牛舌，我发现这种餐厅就是贵虽然贵，但是食材都用的还是挺好的，人均大概快1下一个菜，就是心脏的横膈膜肉，这块肉的汁水非常的多，就是又软又甜的口感。然而只有这么一块，它里面还有一点点软筋的那种口感，吃起来还挺嫩滑的。但是emo只在一瞬间，生的 A5 和牛寿司，这个必须得加点芥末了。但是你想，它其实就是寿司啊，寿司不就是生的吗？这样想好像也很合理。还好赶紧给我上了一盘比较正宗的雪花，脂肪特别的多。这个肉肥到在流水，我跟人加起来时候它都在滴那个油。我们看它加起来的样子就知道它有多软嫩。但这个吃一块真的就够了。哎，你们看这个肉，它烤了超过3秒嘛，小姐姐就是把肉摊开，然后卷起来，就直接加给我们了。我和小葵都震惊了，这个看上去好像只有一点点是熟的，蘸一点烤肉酱我们就可以放到碗里了。它是要裹着这坨很可爱的米饭吃。强行做了一个烤肉寿司。就是和牛的甜味和下面寿司米的甜味是不一样的，就2种甜味混合双打，非常的美妙绝子。又是一坨很好看的雪花厚切，这块烤的就比较久了，烤好之后会放到一个盛了酱油的碗里，里面还有一坨白萝卜泥，其实放一点在上面就可以了，这样吃起来就会压住雪花的油腻，这样一口塞嘴里就很过瘾。这个搭配是科学的。然后接下来直接端到一个锅上了，接下来应该就是寿喜烧了，里面那个棕色的汤就是寿喜锅的味道，然后还会在上面切很多的黑松露，他们家这个黑松露感觉还是有点来头，味道特别的大，然后和匀之后就可以吃了。然后剩下的鸡蛋液和寿喜锅的汤还可以再做一碗米饭，就是它是汽油的味道，黑松露这种还有点好吃。最后的主食是一碗 soba， 这个又是什么操作啊？我是吃不下了。但他们家这个甜品还有点意思，是一个堆成山的咖啡刨冰，还配了一碗黑色的不明物体，它这个太黑了，我相机都拍不出来。吃进去之后发现它其实是某种甜豆，感觉今天这家店是真的挺有创意的。阿奇推荐指数8分，啥玩意儿？自从上次吃了那家法餐的鹅肝饭之后，现在整个人非常混沌，感觉1周不吃鹅肝那个血压就上不去，非常的不合适，所以今天又去找了一家好吃的店。又到了吃鹅肝饭的日子，今天我们也是来居酒屋，就是这家藏在日本地下富人区的店了。6です。さっき電話しましたの。这家店就是人太多了。6はどうですか？じゃあ1つだけでいい。他のおすすめは？其实这种店在日本都算是比较高级的居酒屋了，就是各种奇怪的日本酒它都有。我们的小菜是一杯玉米布丁，它是一种又甜又咸的布丁味。还好第2道菜就是我今天特别喜欢的一道菜，鸡汤炖牛舌，它这个也是煮到你一咬就能下来，在嘴巴里一顶就能摊开的那种程度，这真的好大。再搭配着上面那一坨山葵酱。牛舌里面吸的鸡汤几乎在往外喷，感觉自己分泌了一吨多巴胺，太爱了。下道菜是油豆腐包火腿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看到豆腐我就有一种生理反应。直接一口吧。但其实这个味道还挺好，就是有点难描述，很复杂。我觉得厨师应该是把火腿揉到了午餐肉里面，才会有这样的味道。口感是午餐肉，但是味道却是火腿，然后豆腐也会中和火腿的那个咸味儿，好吃哎。然后这个面也是我今天很喜欢的一个菜。妈呀，我发现我真的好花心，它是番茄香肠面，它那个酱里面还有一点百香果的味道，就非常的夏威夷。然后上了一份海胆烧麦，就是肉烧麦上面配了一个海胆，为了不让我的门牙碰掉那个海胆，我努力把嘴巴张到了最大，不过还算好吃。接着是黑松露寿喜烧盖饭，就一小碗，而且上面就一片肉，戳破蛋黄，那个黑松露的味道就跟坚果的味道差不多，用裹满了蛋黄的牛肉卷一片黑松露，是东京墨尔本的味道了。接下来还是牛肉，低温烤制的和牛，是烹饪和牛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做法，我们直接跳过吧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吃鹅肝饭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跟法式的鹅肝饭差别真的很大，上面是微甜的照烧酱，这个酱跟鹅肝里面的油水特别配，然后我个人觉
觉得它的点心制比是下面的白米饭，我第一次觉得米怎么可以这么好吃，原来鹅肝也可以这么家常，实名推荐这个饭。吃完之后来了一份海鲜3拼饭，里面的鱼子酱跟海胆特别好吃，不过也就一小口。然后最后一道硬菜是卤猪排，带筋的那种，这个菜怎么不早点上啊？它菜单上面写的是软骨，但骨头可能已经被高压锅压坏了，真的是稀溜趴。最后的甜品是巧克力熔岩蛋糕，上面也铺了一层黑松露，这才是真正的熔岩蛋糕，非常满足的一天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。看玩意儿。哇，这个真的有点恶心。日本人在追求食材新鲜的这条路上面是越走越远，感觉他们吃什么都要吃活的，他们才觉得新鲜，是不是有点太扭曲了？还有大伙儿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就非常的有日本特色了，它招牌上就写了高级活鱼料理6个字，顾客围着几个大水池坐着，食材们就在中间看着，感觉非常抱歉。店里今天有哪些菜是直接挂在了房梁上，简单直接到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菜。第一个小前菜就很明，是一份果冻加的像蕨菜一样的东西，口感巨怪。第二盘就上了河豚刺身，这个一看就不是 Yuki 家，它不可能就这么小一盘，不过还好味道非常的鲜，河豚刺身真的是永远的神。刺身终于来了，好像除了金枪鱼，别的都是活鱼身上的肉，然后发了2个盘子给我们，这个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。这种肉吃起来特别的软糯，跟冷冻的鱼肉比起来差太多了。鲷鱼跟三文鱼蘸酱油就很好吃，但这种新鲜的青花鱼还是要跟紫苏叶一块吃才行。接着就是今天最恐怖的一道菜，它的名字就叫活乌贼，就是端上来的时候还在动，旁边放的是一块扇贝肉和一块翅贝。看到这2个贝类，我就想起我最近买了 River 一辈子礼盒，这次的礼盒设计就是贝壳主题，图案源自米开朗基罗的名画《创世纪》。这个小卡片很浪漫，还可以当书签。这次的时刻预报都是全新的贝壳造型，寓意是人生也要像贝壳一样坚毅，像珍珠一样华丽。里面每颗仍然添加了多种精油，丢到水里很快就会溶开，香味儿也出来了。泡完一个瞬间满足，送礼或者自用都挺适合。夏天大家都爱吃冷食喝冷饮，多泡泡脚帮助排汗，身体会更好。继续刚才的乌贼，因为它才被端上来，所以你夹起来的时候还在拉丝，吃起来很软糯，但是又有一点像胶泥，不过还好味道不错。然后旁边这个翅贝我非常喜欢，嚼起来像是在嚼海带，莫名的爽口。然后这里的鲍鱼会当着你的面煮熟，然后切好之后再端上来，表面上会用喷枪烤一下，吃起来会更香。旁边那个是鲍鱼干，那个巨好吃，鲍鱼果然怎么弄都好吃。然后终于来了一道正常一点的菜，大猪排，我好感动哦。就是吃了那么多海鲜之后，突然有一个带油香的东西出现在你面前，这就是沙漠里的绿洲，然后就是炸河豚，这个炸的中规中矩吧。最后一道主菜就是黑毛和牛锅，感觉就是弥补了我今天吃过的生鱼。和牛煮出来就是特别的肥美，因为它的脂肪是甜的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抹茶椰果冻，还有一个我们熟悉的鲷鱼烧配抹茶冰淇淋。这样一顿下来，其实就是什么都吃到了，还挺满足的。其实如果你吃不惯生的，也可以直接让服务员帮你做成熟的，就像这种天妇罗。但是偶尔也可以尝试一下生的，对吧？有些是真的还可以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我操！今天这家店真的太实诚了，掐指一算又有3天没吃饭了，特别给力。今天去看一家开在温泉里面的围炉里餐厅，就是日本有很多这种世代流传下来的民间料理，有些店是真的藏得很深。今天这家店就藏在日本的箱根温泉乡，他家本来是想靠温泉出名的，结果没想到他家的料理反而火了，非常奇葩。不过今天我们在吃饭之前还是要泡个温泉，而且还要把每个池子都泡一遍，这样吃饭才会更香。我说的。而且像这种森林温泉泡完之后身上都特别的软，感觉我现在可以吃下5只 Yuki 酱，非常贪婪。来点菜吧。第一个前菜是一种鲶鱼，撒一点玫瑰盐特别上头，味道是一点微苦涩的茶香。对了，等菜的时候想起之前有人问我，日本很多餐厅是不是要换鞋啊？不会有异味吗？其实因为日本人很在乎这一点，所以在日本很多地方的角落都能看到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个小林制药的无香空间。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常见，我自己家里也放了3个，因为特别省事儿，放一个可以管3到4个月。鞋柜如果有异味的话，基本上第2天就没味了，而且它还不含香精，所以也很适合对香味敏感的人。然后说回围炉里，第2个菜是一个刺身，这个金枪鱼厚的跟果冻一样，蘸一点芥末不会那么腻，还配了一个经典爽口小凉菜。然后今天进入主菜特别的快啊，扇贝记得在烤熟之前加一点柠檬才会入味儿，一口还有点塞不下。但这个千叶台其实是我里面最喜欢的，虽然它其实就是烤千叶豆腐，但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。它需要把那个秘制的肉酱涂在豆腐上面，就是咸甜口味的味增泥，涂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。你别说，还真有点好吃。然后之后就是这个盐烤不知道什么鱼，只知道是一种刺儿比较少的淡水鱼。你不要看它个头很小，其实里面肉还是有点多的，肉质还有点像秋刀鱼。然后是一道非常硬的菜，和牛串烧啊，看到小洋葱我就放心了。这种小洋葱没有很强烈的葱的味道，而是非常甘甜的那种感觉，特别配和牛。然后是烤山地鸡，这2串我感觉我可以吃到明年。3家店的分量都特别给力。山地鸡其实就是日本的土鸡，还不如阿鸡呢。然后又上了3坨牛肉、猪肉和鸡肉，说是给之后的主食当配菜的啊。我刚才吃的那个都不是主菜吗？总之这家店的分量真的是特别的多，不愧是乡下的餐厅。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，而且重点是它还巨便宜。最后的甜品还很有意思。好啦，阿鸡推荐指数8.5分，10成的温泉餐厅，卡玩意儿。今天终于吃到一家可以给10分的店铺了，能把关东煮做到这种程度真的太少见了。我这次是真的不会再去吃便利店的关东煮了，那个真的太假了。这家店是藏在浅草的一个巷子里，虽然说是藏，但这个装修还是很高调的，感觉已经听到了金钱消失的声音。进门还有个地方专门是锁伞的，非常浮夸。来，走吧。そうですね。はい、もちろんです。はい。
虽然说只是来吃一个关东煮，但这个店把我整得像个明星一样，非常好。他家是有菜单的，但其实你可以看到锅里想吃什么就点什么。我们把锅里的每一样都点了一份，我坐在这个地方都能闻到汤的香味。不过先上了2份小的关东煮，就是用他那个神汤煮的锅，一份豆腐牛筋锅，一份番茄牛肉锅。小番茄的清香已经和肉汁混合在了一起，温暖的组合。哇，豆腐锅也差不多煮开了。不过想起之前有人问我牙齿为什么这么白净，所以今天就安利一个日本国民品牌的酵素牙膏，它在日本很常见，里面添加的 Dex Pro 高活酵素可以很快分解牙齿上的顽固牙渍，还原牙齿本来的白色。坚持使用还能扫出那些陈年牙垢，泡沫绵密，口味也很好闻。平时就没有好好刷牙的人，就非常需要这样一支能够有效清洁的牙膏了。像我这种很少去医院洗牙的人，牙膏还得是全民认可的品牌才放心。说回刚才的豆腐锅，它是那种已经煮软的牛筋，然后店员会帮你配一个生蛋黄，可以用来蘸，也可以用来煮。我们今天就煮吧，不浪费每一滴蛋黄，毕竟这样煮出来的汤会更鲜美。豆腐上面再盛一点蛋花，真的绝了，姐妹们。然后接下来这个菜真的是我这几个月以来的全场最佳，它叫奶香牛舌，旁边会配一个小面包用来蘸汤吃。这个汤是用关东煮的汤和奶油一块煮的，然后牛舌刚好煮到马上就要烂掉的那个临界点，入口还化不了，但是你的舌头轻轻一用力，它就摊开了，哇，太美妙了。然后这个单品是这家店最贵的一道菜，我们点了3份，非常值。然后终于到我们的关东煮了，师傅在盛好汤之后会递给你2个带黄芥末的专用盘子，这个还只是我们的第一盆关东煮，哇，这全是我的孩子们呀。先来尝尝这个麸，它是小麦粉做的，口感很细腻，也特别的软。接下来这个是福袋，外面是一层豆腐，但里面是什么还真不知道。这个里面是一坨鸡肉跟粉条，不愧是老汤，特别的浓郁。然后这个是一个鱼糕，里面有那种脆脆的小颗粒，问了一下师傅才知道是鱼的提取物。然后是鹌鹑蛋，这个蘸一点黄芥末是真的好吃。终于到一个荤的了，这个里面包的是一整个烧麦，然后是一只完整的小章鱼，还有点可爱。然后跟你们隆重介绍这个鱼丸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鱼丸，直接用鱼肉捏成的团子，口感很 Q 弹，鱼肉的味道还特别浓。来口粉条冲淡一下那个味儿。然后最后的晚安还是由我们的大根来结束哈。那个汤汁真的是在往外喷的，不愧是关东煮之神，真正的入口即化。好了，这家店肯定是给10分了，来日本旅游的小伙伴可以试一下，而且还不贵。晚安，卡玩意儿。今天这家店光看他们上菜的方式，我就知道我来错地方了。这种菜品不写价格的店都有点恐怖。今天我们要去探一家巨牛逼的餐厅，不过为什么要这么夸张的说这家餐厅很牛逼呢？因为好像去过这家餐厅的人都还比较牛逼啊！这前首相请前总统来过的店。すみません。こんばんは。哎，こんばんは。这是一家炉端烧餐厅，是在东京很出名的一家老店，食材基本上来自于全国各地11个最出名的地方。叫炉端烧是因为大家都是围在一个炉子周围做的，师傅们就坐在炉子边给顾客料理，其实还挺有仪式感的。菜品的话就是看中什么点什么，第一个前菜好像是那个，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这是什么，不过吃进去之后发现应该是煮的金木雕，紫苏叶配着一块很大的鱼肉。然后是一份盐烤香菇，就香菇本来就很香了，再加上备长炭，那个香味就变得更加明显了。第3个菜是2个很大的竹节虾，师傅会帮你把虾尾和虾头分开，会把那个虾腿推留着，这个虾腿真的巨脆，就跟刚出锅的薯条一样。然后终于到了我最爱的菜，哎，挤上一点柠檬更清爽，最喜欢的青椒。然后是今天的石烧北极贝，壳里面满满的一大块肉，感觉这一个贝就塞满了整个嘴巴，大满足。然后这个菜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烤豆腐或者是什么假肉之类的，结果里面塞的全是蟹肉泥跟虾肉泥，搭配着生姜一块吃，非常闷骚。这片烤平估计显得格外的寂寥，一口全干了。最后再来一串烧鸟串，就准备进入我们的主菜环节了。这个葱还挺甜的。第一个主菜是厚切牛舌，哎，我的爱，还是那句老话，外面烤的焦焦的，里面带一点血的那个状态，就是牛舌最好吃的状态，自己烤就很难烤成这个样子。我去报个烧烤班好了。然后是一个和牛串加一个小洋葱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和牛，就跟不能没有莫文蔚的歌一样。蘸了刚才那个酱料之后，再在上面涂一点新鲜的山葵，山葵是一点都不辣的哈。接着就是我们今天最贵的一道菜，盐烤金棘鱼。这个是在日本很珍贵的一种深海鱼，因为深海鱼嘛脂肪很多，所以烤出来那个味道就很香，就是看起来心情不太好的样子。表皮烤的已经很焦脆了，但里面的肉还是保持着一个很多汁水的状态。对了，师傅是可以帮你把鱼刺挑走的，我真的太需要这种服务了，体验感大增，特别过瘾。最后的甜品又是我们熟悉的哈密瓜，这是高档餐厅的必备吗？可能这些人并不知道哈密瓜在我们那儿有多便宜吧，不过水确实挺多，金钱的味道。这家餐厅还有个比较有趣的是，吃完饭之后还有个额外项目，就是举重。如果你能单手用这个杆子举起4个碟子，今天这单直接给你免了。然而并不可能举得起来，该给还是要给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气氛特别好，菜品也不错。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，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真贵啊，卡玩意儿。今天直接被震惊。Yuki 讲，你这个是还活着的意思吗？今天去的这家河豚店是不是有点新鲜过头了？又到了吃河豚的日子。东京银座最近有家河豚店，口碑非常的爆炸，这只应该就是我们前天预定的 Yuki 酱，只是没想到 Yuki 酱为什么会这么大，而且你为什么这么忧郁啊？
すみません。予約したの6です。我们本来是想预定包间的，但后来为了更清楚的看到 Yuki 酱，最后还是选择了吧台。然后因为已经预定了套餐，所以这次我们就不用看菜单了。桌上有写一些河豚奇怪的吃法，然后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前菜，河豚鱼皮。河豚皮应该是河豚身上最 Q 弹的一个地方，红色的那个东西叫做红叶，甜辣味道的胡萝卜丝儿，这道菜吃起来就像在嗦面一样。但河豚皮和那个恰到好处的酱汁真的是神仙搭配。第二个菜是一道大前菜，河豚刺身。虽然说它是前菜，但它一直是我在河豚料理里面最喜欢的一个部分，这样吃才能感受到 Yuki 酱的味道。吃法的话还是老吃法比较香啊，不过你不按这样吃的话也没关系啊，用河豚肉卷一点鱼皮，再把葱和红叶卷进来，柠檬的话可以挤也可以不挤，我是喜欢来一点点，最后再蘸一丢丢这个臭橙醋，这个醋也是这道菜的精华，它的味道刚好可以衬托出河豚肉的鲜美，蘸太多的话就会盖住它，日料中的一股清流。特别好。第三个菜叫盐烤白子，白子你们懂的吧？就是河豚装那个的地方，挤上一点柠檬就可以直接吃了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这个味道，就是烤胆固醇的味道，里面的东西像豆腐一样，吃香的但也很稠。然后还有一道姊妹菜叫天妇罗白子，这个我觉得最好是撒一点点盐，吃起来真的是炸鲜奶本奶了，口感几乎一模一样，不过它就是咸口的炸鲜奶。下一道菜是油炸 Yuki， 这个我觉得直接啃就行了，切下来的肉还是一大块一大块的，有点过瘾，吃个刺身轻轻油腻。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菜了，河豚小火锅。但是为什么这么好的肉不拿来做刺身啊？总之把肉和菜全部丢进去就可以了。不过河豚肉不能煮太久，因为那个肉很容易就煮没味了。但不得不说那个味道是真的巨鲜，就是这样煮出来的河豚，就算你不去蘸那个酱料，也会有一股淡淡的柚子味，就贼高级那个味道。这回就是刚才还在跳动的 Yuki 酱。不管肉里还是锅里都是没什么油的，就是两个字鲜嫩，特别好吃。然后就连蔬菜都会染上河豚那个味道，所以最后煮出来的那锅汤也是精华。用它最后直接煮了一锅小米粥，服务员还会给你发这种海苔，用它卷着饭吃也是神仙味道。哇，真的谢谢你 Yuki 酱，给我带来了这么美好的体验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夹心冰淇淋。就整体下来还是感觉特别的满足，因为菜品实在是太多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。啊！日本环球影城卖的这些东西也太魔幻了吧！这些真的是设计来给人吃的吗？在环球影城关园前的最后一天，我们还是决定来大阪看一看，毕竟谁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呢？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早就已经听说了 USJ 会很多人，他们家是早上9点开门，我们7点半就先来排队了。然而永远不要低估日本人的排队能力，非常夸张。我们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品尝一下日网上盘点的 USJ 奇葩美食，然后我们第一个肯定要去新开的马里奥馆，这个馆现在巨火，还要抽中了才能进去。想看玩的部分的话，可以搜搜别的博主。今天我们是来觅食的，这个馆现在就只有一个餐厅，进门就会发一个专属的菜单，菜的设计还是一眼就能看得出老任的风格。点好菜之后拿着这个牌子去座位上等就可以了。其实整个餐厅就是在一个蘑菇树里面，第一次进来真的是傻眼了，不愧是任天堂，里面真的特别温馨。因为我们3天没吃饭了，所以我们一上来就点了2份意面，还有一个道具蛋糕，肉丸很给力，还不错，7分。这个方块蛋糕我非常推荐，是好吃的。日本人在甜品上面果然还是有一套，然而这点分量那肯定是不够的。旁边就是侏罗纪公园，据说可以吃到恐龙肉，也不知道是霸王龙还是迅猛龙啊。我们先买一坨小的试试啊，但是拿到手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卤猪排，不过味道还可以，甜口的，带一点黑胡椒的烟熏味，8分。再往前面走就是哈利波特的城堡，整个环球影城最牛逼的地方。这里餐厅的装修都特别的神秘，就跟电影里面那种老酒馆一模一样。菜品没有刻意的添加哈利波特的元素，只是还原了电影里面那个设计。厨师的造型也很可爱，这就是我点的烤鸡套餐，里面是半只烤鸡和一根玉米，还有一些烤的土豆。就虽然说是烤鸡，但这个鸡的味道和烟熏鸭的味道很像，表皮烤的脆脆的，但里面的肉还是很嫩，鸡的味道还是不错的。然后这个玉米是真的把我感动到了，这是糯玉米，你们敢信？来日本第一次吃到了糯玉米，这一盘可以给9分。然后追加了一份魔法蛋糕，里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在冒烟，但我有预感肯定不好吃。我们现在把这个魔法酱料给它摇匀，变成粉色之后就可以把它浇在棉花上面。不过姐妹们，我不骗你们，这个真的巨难吃，这个好像是我来日本吃到过最难吃的甜品。拜拜，赶紧到旁边的好莱坞去买了个冰淇淋，小哥的笑容好可爱，买的是草莓和奶油巧克力的，这个味道还可以。天气好的时候买一碗坐在店门口吃，还是非常爽的。但就是旁边这个小黄人馆的音乐太大声了，只有过来把你干掉了。这个园区就是充满了欢乐，包子里面是咖喱馅的，意外的还不错，7分。虽然还有很多餐厅我们还没去哈，但实在是吃不下了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我去，原来高级和牛店的和牛还真不一样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最近我也是看了很多高级料理店的视频，那个具体是哪个美女我就不说了，就是你们说吧。和牛这个东西也算是日本的标志性产物之一了，其中松阪和牛就是里面非常高级的一种。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松阪市吃这个呢？今天也要继续努力折腾自己的。我们这一次在网上找的这家店是在松阪市唯一有元祖称号的一家店，因为日本的广告法很严格嘛，就如果这家店敢在招牌下面写元祖2个字的话，那证明这家店肯定还是有点东西的。从进门到现在一直有个和服阿姨跟着我们，简单的看了一下菜单，有点发抖，但是为了假装不是第一次来，我还是非常娴熟的点了2个套餐，开始上我们的第一个前菜了。这薄的跟我2次元的女朋友一样，这个肉确实是巨嫩，就是有点不太好夹起来。
第二个小前菜是茶煮和牛，就真的只是用茶煮的牛肉，不过确实还是挺清香的，这个还真有点好吃，就是吃茶的那个清香和脂肪中和之后的味道。接下来还是前菜，怎么那么多前菜啊？每一个都很精致啊！这是金箔吗？下面那个是和牛做的牛肉末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一道主菜了。阿姨先是铺好炭火，然后从外面端来了今天我们点了2块顶级松板和牛，全程也不用我们自己烤，什么酱料配菜都是阿姨全部帮你弄好。毕竟这么好的食材还是不能被我糟蹋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哈，可能是它那个酱汁的原因，烤出来的烟味巨香。中途还会用洋葱给牛肉补料，非常讲究啊。到碗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，和牛的汁水非常好的全锁在里面了，一口咬下去可以爆汁儿的那种。然后就是各种的蔬菜，当然一片牛肉肯定是吃不饱，我们就加了一个寿喜锅和一碗和牛盖饭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寿喜锅原来是这样做的，面粉之后加酱料再和牛肉一块儿，我都已经闻到香味儿了。先把我们的蘸料弄好，虽然就只有这一片牛肉，一个套餐也就这一片，不过用生鸡蛋蘸着它吃是真的很爽，肥瘦均匀。我就想问锅里还有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先生，加1万块呢。不愧是本格寿喜烧，价格也很本格呢。还好吃完之后还会有蔬菜，哇，又是一锅满满的多巴胺。不过最后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碳水。我又不是艺人，我减什么肥呢？隆重向大家介绍我的好朋友，和牛盖饭，上面铺满了厚蛋烧还有牛肉粒。你们看这个牛肉，就着刚才的蔬菜一块儿吃。真的绝子。最后的甜点是一道现烤的年糕，这个真没啥特点。然后还有一个亲生运过来的哈密瓜，哇，这一顿吃下来其实还是一个大满足的动作。虽然一直有个阿姨在这儿，但是阿姨人还是很好的哈。整个体验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给10分，特别好吃，卡玩意儿。这家的鳗鱼饭也算是了了我一个心愿。我发现这种店能开几百年还是有它的道理的。因为我来日本之后还没有去吃过比较老字号的鳗鱼店，所以今天就来探一家年份比较久远的专门店。进门看到几个老阿姨，我就对这家店的口味很放心了。店里就是那种统一的100年老店装修风格，菜单都是手写的白纸黑字，基本上等于没有。讲了半天，点了一杯爷爷泡的茶和一份极上重的鳗鱼盖饭。极上重就指的是鳗鱼最多的那个版本，吃起来特别过瘾。套餐里面还带了一个鳗鱼厚蛋烧，我一直很喜欢吃这个，特别是鳗鱼的味道进到那个蛋里面之后，太绝了。然后这家鳗鱼饭有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炭火香味特别浓，可能这就是济州备长炭的好处。师傅把表皮烤得特别的脆，但是鳗鱼的肉又是紧紧连在一块的。秘制的照烧酱和炭火香气合在一块的时候，我就很想感叹鳗鱼饭果然是日本最伟大的发明之一。然后除了这种鳗鱼盖饭，还有一种就是普通的鳗鱼烧。这种套餐里面一般都包含了几种不同的吃法，泡着吃、烤着吃和秋葵一块吃，都是不同的感觉。不过男生点一个上重，我觉得就差不多了。极上还是有点腻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为了寻找这个传说中最古老的温泉，我们也是拼了老命，花了我们整整1周的时间。当然，为了定位这个地方，并且考证它是不是真的是日本最古老的温泉，我们翻阅了很多资料，也做了一些研究，还问了一些当地的温泉专家。最后我们发现它在一个日本叫做白滨的地方，非常开心。二话不说，跋山涉水，涉水跋山，总算是到了这个地方，就在那片礁石背后。这个温泉叫旗之汤，现在是一个私人温泉，虽然对外开放，但是严禁拍摄。不过还好，在我们金钱势力的诱惑下，老板还是答应让我们包了半个小时的场。这里人均只要30块钱，外边看起来非常简陋，就连我脱衣服的地方都可以直接从外边看到。但是一走过这个帘子，把配乐给我换回来。好的，这是一个跟海零距离的温泉池，你们敢信？而且还是比较少见的源泉挂流，因为泉眼在沿海，再加上时不时会有海浪打上来，所以整个池子的盐分是很高的。高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你泡完之后身上会有一层盐巴盔甲，好险，整个人会瞬间觉得很爽。我知道这个时候你们肯定又想问了，这个池子是不是混浴啊？很残念，并不是。女生的池子被一块板子隔开，男生的池子里面还写了禁止翻越啊，禁止翻越。越靠近海边的水温越低，所以下去之前记得用温泉浇一下自己，但是最好不要太靠近源泉，那个地方温度很高。如果还觉得热，就可以用这种搅水棍自己搅一下就好了。真的很难想象这个温泉才30块。我发现日本真正好玩的地方都是不花钱的。你们觉得这个温泉可以给多少分？阿基推荐指数10分，太牛逼了，卡玩意儿。我发现日本人的欲望真的太低了。以前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不想消费，现在我才知道他们是真的穷。就拿我的朋友石井来说吧，和我一样住在东京，日本的首都，刚毕业1个月工资大概1万3，扣完年金社保到手差不多1万块，然后扣完房租水电气话费之后还剩5000，所以这剩下的4、5千还要拿来吃饭和社交。就你跟日本人别说存钱了，就连花在自己爱好上面的钱都很少。去一次居酒屋就要花300，理一次发酵花200，吃个寿司还要花个3、400。所以我周围的日本人大部分都是月光。然后我就发现这和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差很多。我反正是每个月工资到账之后，都会先取几千块钱出来存着，然后再是别的花销。多少存款决定了多少的安全感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的日本朋友看了我的存款，他们甚至都不信。其实存钱的意识从大学就开始了。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盲目的跟风基金定投，然后真的是亏爽了。不过还好坚持下来了。现在闲钱多了，投入也多了。不过还是要提醒一句哈，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，慢慢变有钱的感觉虽然很好，但是一定要有了知识储备再去理财。我把我的理财干货都放在评论区了，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和帮助。好啦，所以你们有存钱的习惯吗？我还有点好奇你们存了多少。卡玩意儿，我今天终于知道日本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吃soba了。我以前一直不怎么喜欢吃日本的soba，直到今天吃到了这一家。这家店在花卷市，离东京有500多公里，人烟特别稀少，基本上没什么人。但唯独这家店的门口，你们看，现在才11点哈，刚开张10分钟就已经停满了车，我们后面还排起了小长队，感觉店里的装修还停留在昭和时代。不过我还挺喜欢这种调调的，菜单都比较简
简单，就挂在墙上的。但第一次来，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点，就点了一盒魔力soba，还有一碗鸡蛋soba。然而我发现好像并不是这样点菜的，隔壁桌好像每个人最少都是2盒起，男生的分量好像一般都是4盒。哎，算了，不管了，这种荞麦面都是冷的，最好蘸一下这个秘制酱汁，这样吃起来特别的清爽，想起了日本的流水面。喜欢吃辣的朋友还可以在里面加一点小米辣，这种面特别有韧劲。荞麦汤可以用来暖胃，不过就是一盒面的分量太少了，想吃好还是要多点几盒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卡玩意儿，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么可爱的马卡龙，这种少女的味道是真的把我惊到了。这家店还是我在日本综艺节目里面看到的。我们先来看看它有哪些口味哈，我数了一下，大概9种味道：巧克力、抹茶、蓝莓、蔓越莓、提拉米苏、草莓和桃子，还有奶茶味道的。那既然现在都来了，我们就直接全点一份吧。我反正特别期待那个蓝莓口味的。好了，上来了，一共9个哈，看我今天能不能把它全部吃完。先来第一个蓝莓口味的，但它其实是蓝莓加草莓味的吧。其实我第一口咬下去，觉得它这个口感特别的清奇，我才知道原来马卡龙的壳里面也是有馅儿的，怪不得咬下去先是脆脆的，然后壳的里面是蛋糕的口感，然后再是馅儿那个松软的感觉。这个吃下去第一口的体验真的太丰富了。蓝莓酱在馅儿的最里面，抹茶口味的味道会比较淡一点，巧克力的可可味特别浓，我个人很爱。奥利奥口味还是熟悉的那个味道，但里面其实更像蛋糕。哇，提拉米苏的是真的好吃，酥脆的皮加上奶香，不愧是卖的最好的。再来一杯棉花糖烤奶茶，用棉花糖舀上一勺奶油，也不知道会不会长胖。桃子的味道非常清新解腻，其实奶茶口味也很有特色，它是一种淡淡的甜味，加上一点栗子的味道，吃完的感觉还可以打包一份回家当夜宵。我发现这个打包袋还挺好看，里面还放了干冰保鲜，不愧是日本网红店。回家路上再来一杯冰汽水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。卡玩意儿，你们现在看到我戴这个口罩就知道我今天要去看什么电影了，是吧？对，没错，就是日本沉默跟大头鬼灭之刃。然后我去网上查了一下，鬼灭电影上映的10天，现在票房已经破了100亿，已经刷新了日本的历史票房纪录，甚至还有可能会超过《千与千寻》。然后现在电影院一片盛况，全是鬼灭的周边，各种各样的文件夹、手机壳、杂志，各种人物的钥匙扣，还有勺子，是不是只要印一个 logo 就可以卖呀？我来看看它卖多少钱，880，这个钱也太好赚了吧！而且大部分的商品已经卖光了，现在只剩下一些像是零钱包呀、鼠标垫或者人偶这样的周边了，而且价格还不便宜，像这样一个贴纸都要卖30块，就是太贵了。买好可乐和吃的，我们就准备进场吧。日本很多店员会卖这种彩虹棒，今天我们也买一根试一下，味道特别甜，还会掉一地的糖粉，就当我帮你们踩雷了吧。然后现在只要看电影就会送一本小册子，是讲大哥成为岩柱之前的故事，作画还是一如既往的良心。那我们一会儿见。看完了，好看是好看，但是一定要备好纸巾，1包勉强，2包哭爽。妈，剧情我就不说了，只能说大哥最后这场打斗真的是太屌了。这推荐指数10分。卡玩意儿，我发现有一个会穿搭的朋友真的太爽了。这几天因为吃亏吃的太多了，导致我现在想买衣服也只能去二手店买了。但今天运气也是够好，还认识了一位新朋友，罗拉也是一位时尚博主，东京的 Lichi People， 所以我就想着正好今天不是在古着店吗？这儿的衣服真的巨便宜，那不如就正好来尝试一些新的穿搭。不过我自己挑的衣服都被嫌弃了，还是交给专业的吧。我发现日本的古着文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。比如说你想换一种穿衣风格，换一种心情，就很适合去古着店逛逛，因为古着店里面种类很丰富，主要是都很便宜，买回去后悔了也不会很难过。而且这种店我觉得女生可以来，但好像更适合男生过来改造改造，是不是感觉我又离日系美男近了一步？最后买了6件衬衣、1件外套，再加一顶帽子，才700多块，厉害了。所以说这样的古着店你会带男朋友来吗？我是阿基。卡玩意儿，哇，日本设计师的脑洞真的太大了。我最近就发现了一些可以提升幸福感的小设计。这个笔记本是去年文具大赏的第1名，这里面加入了太多小心思，主要就是它这个侧面的封胶，这样把它拿在手上写字的时候，纸张就会更稳定，而且你想再次打开的时候，也可以瞬间找到你上次写的位置。这个小细节我真的佩服。第2，做成水果切片样子的香皂，但这个千万不能吃哦。第3，可以折叠的眼镜盒，终于解决了我包很小的问题。第4，钥匙套，这样就不用担心钥匙刮伤屏幕了。第6，小风车磁铁，只要有一点点风就可以让它转动，就算不贴纸条也很好看。第7，可以多次使用的塑料瓶盖，这样就不用担心拿错瓶子了。类似这样的以人为本的设计在日本还有很多，像是这款欧森松温泉澡的洗发水护发素，内含的温泉胶膜不仅抗氧抗老化，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明显没有那么油了，第2天的味道也很清新，而且长期使用还可以有效防止脱发，简直是我们这种喜欢熬夜油头型人的救星。而且我真的很喜欢它这个味道，它是绿茶带一点柚子的味道，这个味道真的太夏天了，特别清爽。这样的日本设计师好物，你们还知道哪些呢？卡玩意儿。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几天没见的阿基。你们知道3万日元和30万日元分别在日本能够租到什么样的房子吗？我住的当然是3万日元的房子。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离最近的电车站都要走10分钟的路程，毕竟肯定是越远越便宜嘛。但这个粉色的门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进门之后，这个10平方米的客厅非常的朴实无华，这个客厅好像也不小。然后这是我新买的烤箱，60块钱。然后这是我的浴室，里面有一个大水缸，因为日本人真的很喜欢泡澡，浴室再小也要有浴缸，坐在里面腿都打不直。不过还好是卫浴分离，马桶也是智能的，还行吧，就是有点太小了。不过厕所也没必要那么大。接下来就是我的卧室，
这是我的书桌，和别的男孩一样，打游戏、剪片子的时候都在这儿，平时摸鱼的时候就在这儿，所以我没有更新的时候，大概率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阳台的风景我还是很喜欢的。好，这个是3万月租的房子，然后我们现在看看月租30万的房子是什么样子。首先第一段呢是在最繁华的商业区，走路到车站只要3分钟，墙内面积70多平米，重点是不包括这个超大的阳台，再加上日本的房子没有公摊面积这个说法，所以我感觉它内部空间真的很大。木了，再加上日本公寓的各种小设计，比方说灶台下面的烤箱、嵌入式洗碗机、带有自循环加热系统的浴缸，这个房子真的是深得我心啊！不过也不用羡慕，反正一辈子都租不起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选择哪一套呢？我是阿基卡玩意儿，朋友们，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，呆萌哥，这会儿去他们家蹭饭，虽说是蹭饭，但也不能空着手去啊。哇，这也太便宜了！我爱内脏，看起来也不错。对不起了，呆萌哥，贫穷的我只能买这些了。应该就是这儿。是这儿吧？Hello， 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我走错了呢。这真的是男生的房间吗？为什么我的房间就像贫民窟一样？呆萌在认真做菜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看看他家有什么好玩的。一柜子的单反就不说了，居然还有这么多手办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么厚一本？好吧，原来是一本讲设计的书。其实非要说日本的设计的话，虽然说不出个为什么，但就是觉得看着舒服。可能还是因为我太土了吧。来看一下呆萌哥耗时1个半小时打造出来的杰作，真心给佩服了。先来一个买的鸡胗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哇，我只能说呆萌哥的手艺比吉野家的手艺还好。那个啥，我可以在这办张卡吗？不仅有鳗鱼，还有猪排。说句老实话，我怎么越吃越感觉像刑场前的最后一顿餐。啊，我真的吃不下了，我真的吃不下了！不要再给我加了，不要再给我加了！呆萌哥一直在给我加菜，好像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。对了，最近我有个朋友，你要不要认识一下？我干嘛认识？我不要。真的吗？